这期视频开箱富国岛人气度假村都喜公主，网上看着很美，实际住起来如何呢？意外找到一家保障越南小吃店，还吃到了超便宜的越南榴莲。度假的 feel 嘛。我是带你旅行贯吃的文文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叮当哦。在Ocean Bay退房后，我们坐上Ocean Bay的免费接驳巴士，前往机场附近，开向富国岛另一个度假村都喜公主。拜拜。我们的酒店在中部与机场之间，站门平平无奇，没有很大的那种标志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下午2点才能入住，所以我们在酒店租了一辆摩托车，准备出去逛逛。我觉得大家来要是坐摩托车，最好戴个头套，因为这个帽子有时候挺臭的。今天桃叔骑摩托车带我去街头找榴莲吃，我们又出发了。下雨的一天，基本上卖水果哎。因为来越南嘛，越南也是榴莲大国，所以要来试试看。前几天我们在富国岛中部骑行的时候，发现有很多的榴莲摊，所以今天就来找一找。 How much 1 kilo？ 70。我们决定多找几家，7万越南盾相当于19人民币1公斤。据说这边的榴莲是以金枕跟钢窑混着卖，60K 耶，这人也是60，可以切的哈。我们开到杨东镇这边来，就已经很多卖榴莲的了，有70K 跟60K 的。我让店家帮我挑了一个这个。歪歪的金枕跟钢窑我也分不清楚，你们说这是金枕头还是钢窑呢？我买的那个榴莲10万越南盾，差不多20人民币左右。28。差不多。好多人在这里买哦，都是本地人。它这个榴莲车呢，在这个空地这边。谢谢。直接吃了，这就我刚买的，我自己戴了手套。它这个没有大马榴莲的颜色那么深那么重，味道也不重。让我试一下好不好吃，偏水一点，没有那种糯糯的感觉，但是榴莲味道很浓，只要是榴莲它都不会难吃到哪里去，都是很好吃的。它这颗榴莲呢很甜，核是有点大的。我一开始没有抱多少希望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它会不会跟泰国榴莲一下，就经常容易开出地瓜来。但是我后面咬了第一口，哎，我觉得蛮惊喜的。毕竟它才28块钱啊，巨大一个。你知道吗？我回国以后不买榴莲的，冷冻的榴莲跟新鲜的榴莲口感是不一样的，会吃得出来的。但是越南的榴莲完全不会苦，也没有什么前调中调，我觉得可能是品种，没有 XO 的苦味，也没有猫山王的层次感。越南榴莲呢，主打的应该是性价比吧，我这样觉得。看你竟然敢虎口夺食！你这个就是跟那个一样，形状画一个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要吃品质感的榴莲的话，还是大马榴莲更胜一筹哎。因为你吃完猫山王，吃完那些大马的榴莲黑刺，你再吃其他榴莲，你就总觉得感觉少了那么一丢丢。越南榴莲的任务打卡完成，还是很便宜的，是有性价比的。如果特别爱吃榴莲的人，来富国岛是一定不能错过越南榴莲的，毕竟28块钱的榴莲，对，就来这个，在国内是应该是没有的。就来这个路口。吃完榴莲，我们要去前面的这一家吃粉，这家粉店的评分也是很高的。又解锁新的越南传统小吃，我查了一下，其实是越南本土融合了柬埔寨金边的风味面食，有汤的，有干拌的，做法都很清爽，基本都是水煮的，但是配料多的不讲武德。店主推荐我们吃干拌的，搭配猪骨汤喝。猪骨，然后它有配这些青菜。越南吃粉啊面啊都有配这么一大盘的菜，都要拿来拌吃。他们都是用手的，因为带洗手液是很重要的。好香，绝对好香。哎，他们为什么清汤都是偏甜的耶？我刚吃完榴莲了，我现在打的嗝都是榴莲味的，是这种的面。这不是我们熟知的小麦粉制作的面条，而是米粉混合了鸡蛋的面条，搭配了虾仁、鹌鹑蛋、猪内脏，再用猪油、酱油拌着吃。它这个猪肝一点腥味都没有，我可以接受。我很怕吃有腥味的猪肝。
不知道它的料是什么味道，料有点像我外婆做的那个笋干。但其实面条跟里面的肉哈都是偏清淡的，所以他说要蘸这种料吃。按广东人的口味来说，他就是能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。这里面还有猪心呢，就是肉好吃，有嚼劲，很有韧性。这家是完全本地人的店，因为他们不会英语。应该不错哈。就比较有特色。它这边好多酱料啊，其实我都分不清哪些是哪些。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它这碗的粉料太多了，里面还有西兰花。你那个是5万，我这7万加快骨头。这次来我起码了解了好几个粉，海鲜粉，然后这个干捞粉、越南河粉，还有上次那个配火锅都有那个米粉，直接舀汤里面拌着吃的。里面还有一些肉末，猪肉末。发现它这里面有这个东西是韭菜花吗？我已经吃了好多块这个护心肉。料确实有点多，吃一碗好饱。在中部这里吃东西，跟在北部旅游区吃东西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这个现在排到第1。没有人能撼动我越南河粉的地位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比海鲜粉要好吃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这2碗粉加汤才12万越南盾吗？对啊，这个物价超级感人。我又想到我北部吃的螃蟹炒饭了，老板你听到了吗？你40块钱卖我1碗的螃蟹炒饭，真的是连人家的边角料都不到。我觉得来吃饭可能真的是要来中部来吃，它正中心，或者感受一下当地人物价，真的超便宜的，满足满足。我们今天住在机场附近的都喜公主，这个房间真的是很难订，因为我们是临时订的，然后是在越南的网站上订到了这个房间，竹叶做的。这个是39平的房间，迷你吧。我们在泰国就经常住都喜，因为都喜是泰国的牌子。我们订的本来是花园房的，到了这个酒店以后，前台说我们订的房型也没房了，就给我们升级了泳池房。现在是富国岛的淡季，为什么也这么难订房呢？订这个都喜公主，它是富国岛上评分较高的酒店之一了，就是 Pearl Tower， 可以带出去的。干湿分离，这是厕所。这边的操作是这样的。Thank you, happy day。桃叔在越南的网站订这个酒店的时候，他就有勾选 honeymoon 的选项。随手勾。为什么不能是 honeymoon 呢？只要出来玩，天天都可以是 honeymoon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房间的景色了，赞不赞？又能看到泳池，又能看到海景。那其实我们这间房间呢是泳池景的房间，真正海景的房间呢是在正对面，就正对着海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已经很 OK 了，这边海很近，非常好看。如果大家想来住都喜的话，然后又想用泳池景看到海景的景色的话，可以选我们这间的房型，房号贴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然后阳台上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沙发床，是泰国的标配。这家酒店呢，它本身就泰国的牌子。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东西进来的时候，还会说萨瓦迪卡，突然觉得很亲切，这才有度假的 feel 嘛。哇，风好大。我们这房间一下楼就到海边了耶。对。这海风有点大，这个沙滩比 Long Beach 那个干净好多。还有就是这一小撮，这个海滩也是可以看到夕阳的。雨季的富国岛浪都特别大，我看这几天挂的都是红旗。然后这边还要注意有水母。我觉得这个泳池完胜 Ocean Bay 那个泳池，水中还有吧台，非常有度假的感觉。很 chill。这边呢是花园房，我们原来是住这里的，但是酒店给我们升级到了泳池房，就是这边儿童俱乐部。这边是健身房。虽然富国岛的天气不咋的，但是海风还是很舒服的。豪叔去游泳，我在这里吹海风。是可以看到海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！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，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！这个雨是说下就下呀，我们还在骑摩托车呢，全身湿。绝了，这雨是横着沉的。Ticket 空乘是什么？
所以进去要付钱15澳。去海滩里面？嗯。那我干嘛进去啊？圈起来收钱，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进去买杯酒还可以。大象，大象。它应该是有海边的那个餐厅。上那头有营业应该，不然不会有感。有营业，那人坐那售票呢？售票区。对，我旁边停了一堆的士司机，他在看我吃榴莲。还视频。真的新奇的体验，站在人家十字路口这边吃榴莲。你果然是榴莲主播。3秒定律是吧？掉到桌子上不超过3秒还是可以吃的。